阿斯加德的国王奥丁被噩梦所困扰，三个可怕的身影萦绕在他梦中，一个巨大的扭动着的影子，一具摇摇晃晃腐烂的尸体，最糟糕的是一只有着致命咬合力的巨大怪物。夜复一夜，这些生物包围了国王，虽然他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形态，但可以断定他们与阿斯加德最难缠的问题有关——洛基。尽管洛基已经和妻儿安顿下来，但他还是偷偷地去拜访巨人安格伯达。当国王得知因这段恋情产生了3个孩子时，他感到非常不安。奥丁召唤了他最勇敢的2名战士索尔和泰尔，前往约顿海姆抓捕洛基的不为人知的孩子。到达安格伯达的家后，洛基的长子立即前来和2人搭讪。他是名叫约尔蒙甘德的蛇。雷神躲开了蛇的毒液，并迅速将蛇绑在一棵松树上。第2个孩子海尔从右边看像一个容光焕发的年轻女子，从左边看像一具腐烂的尸体。当他默默地向俘获他的人屈服时，他的皮肉落到了地上。最后第3个孩子向提尔扑去，这只小狼很凶猛，但没有杀伤力。提尔俏皮地靠住它的爪子，把小狼塞进口袋。战士们回到阿斯加德，献上了他们的俘虏。认出这些俘虏是谁后，恐惧揪住了奥丁的心。虽然这3个只是他黑暗梦境的缩影，但国王下定决心，在他的幻想成真之前，处理掉他们。首先，他把约尔蒙甘德放逐到世界边缘的大海里。他把海尔送到地下深处，与他的尸体同伴们一起。但是这只名叫芬里尔的狼提出了一个挑战，他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诸神，所以奥丁采取了更耐心的方法。几个月来，他一直在监督芬里尔，看着芬里尔从一只幼崽变成一只狼，再到一只能用神的声音说话的野兽。提尔经常拜访芬里尔，发现他既强壮又聪明，但随着他们关系的加深，奥丁的恐惧与日俱增。有一天，奥丁锻造了他最重的锁链，带到芬里尔前挑战他。奥丁要把芬里尔绑起来，以测试他日渐增长的力量。芬里尔急切地接受了挑战，把金属像老木头一样劈开。奥丁回到了锻造厂，制作了没有人能单独举起的镣铐。这些结实的铁链让芬里尔犹豫，但在提尔的鼓励下，他接受了挑战。这头野兽拉紧了铁链，然后束缚他的铁链打碎成1000块。绝望之时，奥丁向技艺高超的制造者矮人寻求帮助。他们寻找的并不是金属，而是最稀有的材料，从猫科动物的脚印和鱼的气息，到山的筋骨和威武的熊。有了这些，矮人们就制作出了格莱普尼尔，一条伪装成细线的牢不可破的链条。当奥丁第3次挑战芬里尔时，芬里尔笑了。但当芬里尔更仔细地检查这根线时，他察觉到奥丁的诡计。他自己也开始感到一些恐惧。芬里尔达成了一项协议，他会接受挑战，但前提是要有一个神全程把手放在他的嘴里。提尔怀着沉重的心情主动请缨，诸神把芬里尔绑了起来。芬里尔使劲拉，格莱普尼尔却越拉越紧。芬里尔感到了被背叛的痛苦，不仅来自奥丁，也来自他不情愿的朋友。他怒吼一声，咬断提尔的手腕，发誓要杀死欺骗他的奥丁。看着他的噩梦成真，奥丁将提尔的剑刺进了芬里尔的下巴，芬里尔吐出的唾液变成了湍急的河流。虽然芬里尔没有死，但他被束缚住了。奥丁庆祝他战胜了命运，但事实上，他的行为只是注定了他的厄运。
在海浪之下，约尔蒙甘德长大，逐渐包围了世界。海尔作为冥界的女王崛起，统治了死者，而每一天，芬利尔都更加努力地挣脱锁链，一点一点地接近他的血腥复仇。如果宙斯给了你一个盒子，告诉你永远不要打开它，你能抵挡这个诱惑吗？通过这段视频，深入探索潘多拉魔盒的神话。